2022年3月底，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曲凯科研团队发现了一种自然界新矿物，并将其命名为空铁有银矿。新矿石发现后不久，许多矿物专家就断言，它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变科学发展的方向。那么问题来了，空铁有银矿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矿石？它的发现又将在科学界掀起多大的波澜呢？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截至目前，全世界共发现矿物5794种，其中由中国发现的有效新矿物为160种，占据全球已发现矿物的 2.76%， 世界排名第8。它们广泛分布在河南、河北、内蒙古、青海省、湖南省、西藏等省份和自治区。而此次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发现的空铁有银矿，就是中国发现的第160种新矿物。更幸运的是，就在国际矿物学会将2022年定义为矿物学年之后，空铁有银矿就被发现了，因此它刚好就成为了2022年的第1号矿物。那么我们是怎样发现这一新矿物的呢？其实在2021年的1月份，曲凯科研团队就在河南南阳市桐柏县银洞坡金矿发现了一种新矿物空心银铀铜矿，它与锌铀铜矿、鎏金银矿和石英等矿物紧密共生，都属于一个古老的矿物群族——铀铜矿族。这种矿族多种类型热液矿床，由于多个结晶学位置存在铜价或异价元素替代，常被认为是最复杂的鎏盐矿物族。而在发现空心银铀铜矿之后，曲凯科研团队并没有放弃进一步的探索，反而是结合矿床的成矿地质背景，推测该矿床存在特殊产出部位，出现极端富银铀铜矿的可能性，进而找到矿床中可能存在的空铁有银矿。在随后的工作中，团队人员就找到了一个铀铜矿，但后来经过深入研究，他们发现这些矿物同时又是一个具有 Ag64+ 结构的空铀铜矿系列矿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空铁有银矿。从物理性质上看，空铁有银矿外表呈灰黑色，反射光下呈灰色，并具有棕红色内反射、不透明金属光泽和黑色条痕。与此同时，它的银含量高达 52.3%， 是自然界最富银的铀铜矿族矿物。虽然它与方岩矿、深红银矿、陕锌矿和黄铁矿、空铁银铀铜矿等矿物紧密共生，但是因为空铁有银矿的晶体结构中空位少了一个2价阴离子，通过出现 Ag64+ 这一特殊结构，保持了整个矿物的电价平衡，所以它的物理性质、化学成分和谱学特征等与其他铀铜矿族矿物都是不同的。因此，研究团队将其定义为一种新矿物。那么，空铁有银矿的发现有着怎样的意义呢？作为热液矿床中的常见矿物，含银铀铜矿的出现自然是有着极大的经济价值。其次，在空铁有银矿被发现之前，矿物学家们一直认为空位铀铜矿的形成与热液中特定的银铜合金含量比例有关。如果银在矿物中的含量越高，那么铀铜矿中空位形成的可能性就会越低。但如今，空铁有银矿的晶体结构已经基本否定了上述猜想，并且它的 Ag64+ 银团簇结构的形成机制将为人工合成材料提供新的思路，同时也为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界矿物提供了新的重要参考。在合成材料领域有这样一句话：遇事不决石墨烯，灵丹妙药钙钛矿。虽然是调侃，但也能看出这两种矿物的使用频率之高。不过，现在随着新矿物的发现，还有矿物新特性的研究，这个局面已经在慢慢改变了。空铁有银矿的发现对矿床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继续进行勘探的话，也许能再发现一种新矿物也说不定。不仅在矿物学领域，就算在地质学领域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能够对研究地球内部结构起到帮助。
另外，由于空铁有银矿在催化、化学传感和光电功能方面的性能突出，它已经成为矿物研究领域的热点。现在一切都还在研究当中，最后这个新矿物到底有多大作用，谁也说不准。而随着中国矿物勘探技术的不断进步，最近国内又完成了一个重要突破，新发现的2种稀土矿物让美国的超导材料不再高不可攀。3月16日，国际矿物学学会新矿物命名与分类专业委员会审查投票决定，中国科学家申请的2种新矿物通过认定。新矿物的国际矿物学会编号为 IMA2022-120 和 IMA2022-142， 中文名为玉川碳乙矿和文澜钒乙矿。很多人看到这儿还一头雾水。简而言之，这2种矿物都是新发现的重稀土矿物。所谓的重稀土，包括原子序数从64至71的元素，再加上39号元素。而此次发现的玉川碳乙矿，就是以中国工程院陈玉川院士的名字命名的。而文澜钒乙矿也是以中国的电子探针分析专家、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张文澜教授的名字命名的。由中国科学家发现并命名的新矿物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那在现实的生产科研中，这2种矿物又有什么用呢？乙是人类发现的第1种稀土元素，早在1787年，人们在瑞典小镇伊特比的黑色矿石就发现了这种元素，而当时人们将这种不溶于水的固体氧化物称为土，这也就是这些稀有金属统称为稀土的由来。乙在工业生产和军事上都有广泛的用途。本身金属乙是一种非常厚爱的添加剂，乙能够增强不锈钢的抗氧化性和延展性，许多飞机的部件都采用了添加乙的合金。添加金属乙还能够提升合金导电率，目前许多电线厂都采用了这一技术。此外，含乙 6% 和铝 2% 的氮化硅陶瓷材料能够作为发动机的零部件，而且乙可以添加到玻璃中，以增加强度和热稳定性，用以制造对损坏敏感的高精度光学镜片。而氧化乙可以用于制造显示器，发出红光和白光。而在美军的多种装备中，乙和铬在内的稀土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美国武器上的许多激光瞄准设备等光学仪器都用到了乙。美军现役的斯推克装甲车、无人机和战斧巡航导弹等也使用了这种稀有金属。未来各国研制激光武器也离不开钕乙铝石榴石。如今使用钕乙铝石榴石的大功率激光已经应用在了对大型构件进行钻孔、切削和焊接等机械加工以及医疗激光当中。前不久，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助理教授迪亚斯团队宣布，他们发现了近常压的室温超导体，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发到了《自然》杂志上。此次事件引发轩然大波，因为常温超导对于可控核聚变技术有着重大的意义，将是人类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之一。不过随后这一科研成果被光速证伪，再加上如影随形的争议和质疑，再次让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事实上，目前迄今为止使用价值最强的依然是乙系超导体。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和世界多个国家就发现了钡乙酮氧化物这种稀土高温超导体。含稀土元素乙的钙钛矿氧化物超导体则是另一种重要的高温超导材料。稀土钡酮氧化物超导材料除了作为超导体之外，还能够制作成涂层导体，应用于超导磁悬浮装置和永磁体、强电电力机械或弱电电子器件。总的来说，虽然乙在稀土中的储量比较大，但随着近几年工业生产的大量应用，再加上中国的限制出口等保护措施，乙的价格也一路水涨船高。此次发现的2种含乙矿物均发现于粤东北的玉水铜矿。中国一直都是全世界最大的稀土出口国和资源国，占全球的97%。而像乙这样的稀有金属，不管是在军事还是在工业领域都非常关键。一旦未来有新的稀土科技用于军事或工业生产，势必会带来工业革命，或者是军事技术的迅速提升。让我们期待这一天能快点到来吧。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此你怎么看？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最后，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